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啊。今天我们是马上就要到 Christmas 了，我们找到了两位好朋友来聊一聊当下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是关于 TikTok 最新的进展。我们知道TikTok 最终还是答应把它的这个美国的业务出售给美国政府这边成立的一个 joint venture。那我们今天聊聊这个事儿。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朋友，一位还是北南我们 AI 开源社区的 expert， 北南你好。另外是我们的 Fiona 是专注在这个硅谷这边资深的律师，然后专注于中国企业出海的这个合规方面的这个业务。Fiona 欢迎你。谢谢，大家好。好，我相信两位都有 follow TikTok 这个事儿。我其实最开始就是觉得有一点诧异的，就是这个新闻出来以后没有掀起什么水花，比最开始 TikTok ban 的时候，那真的是整个世界都沸腾了的感觉，是吧？最近终于出售了，靴子落地，反而没有什么人来提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拖的时间太长，然后大家 somehow expected 最终会是这么一个结局，所以就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呢？你们觉得呢？对，我刚刚有跟北南聊，我说其实 TikTok 这个事儿，应该大家印象最深的时候还是疫情的时候，20年，然后 Trump 那个时候突然说要办掉微信，还有 TikTok。这是第一次，你说第一次 ban 的时候，对吧？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硅谷的华人圈其实是你说的很沸腾。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就是我躺在床上，然后刷微信，然后各种微信群就说我们要 migrate 去别的 app， 要保住我们的我们的沟通渠道。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是比较紧张的。但是我个人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 TikTok，所以其实对于 TikTok ban 这个事情，我可能感受不是那么深。我觉得是一个是的确狼来了，说好几回了。另外一个呢，早先呢其实是有很多不确定性，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后就真的不能用了。那现在呢，其实大家觉得以后我还能继续用，还能用它就无所谓，是吧？无所谓。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也是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刚开始用的时候，你可能是很大的一个粘性，但至少就是我现在我也不怎么看 TikTok， 对我来说，我就的确是说。我也失去那个新鲜感了，我也没有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这么有趣，我一定要天天用了，所以我觉得，就算你现在不让我用了，我觉得我也能接受了。我感觉这个 ban 对 TikTok 的这个业务还是有一定影响，因为就是有一部分客户还是流失了，比如说去小红书什么之类的。你记得应该是1月，就是最高法院判了那个 TikTok 停了一段时间吗？停了大概几天。对。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是16还17号出来，然后特朗普是20号上台。对。然后那中间就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出 ，TikTok 马上就自动停止业务了，然后就等着特朗普上台之后看他的就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什么。然后 Trump 上台之后说。我们暂时不执行，就是我给你机会让你去剥离美国业务，那 TikTok 就马上恢复了。对，那个时候有一波人，我记得我们当时还聊了一期小红书难民，TikTok 难民，对 TikTok 难民，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甚至是今年1月份，大家的反应其实都还是很激烈的。我记得 TikTok 自己反应很激烈，当时它不仅仅是停了 TikTok。他是把 TikTok 在北美所有的产品全部下了。我们公司那个时候用的飞书，对，那个一夜之间我们公司所有人失联了，就登不了了，你没办法跟公司的同事发消息了，就是到这种地步，可以足以见得 TikTok 当时反应之激烈。那现在我记得当时他们周受资出来也说我们绝对不会这个卖掉我们的这个业务啊，这个什么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但是你到后来发现，在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运作之下，好像双方最后都还是接受了这个事情，最后达成了这个 deal。我觉得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大家就看不见，我们大家就是从1月份闹了那么一阵子以后，到现在突然听说被接受了，中间这些他们私下里谈了什么，好像也没有人 disclose，具体的是用什么东西换了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
最后只知道一个结果，就是那当然，这种事一般他也不会公开对吧？但是的确从这个现在看起来，双方其实都是有一个妥协的，对不对？TikTok还在运行，它这个也是一个部分的剥离啊，也不是说所有东西全是说交给奥尔来运营嘛，对不对？还是说有一些广告啊，这赚钱的东西还在这个自己的手里，对吧？但是从我角度来看，可能最核心的这些算法，我觉得互联网公司灵魂还是在它掌握的算法和模型上边。那这个可能以后就逐渐是归美国所有了，那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我这个确实，因为现在细节也没有出来嘛，只是说成立了一个 joint venture 去购买美国业务这一部分，而且还不是完全的业务，只是算法，然后这个数据还有 technology， 对吧？广告甚至都还没有在这里面，还是在 ByteDance 下面，所以这个 setup 就很奇怪，就我甚至都很难 visualize， 就是这个实体他买了这个部分，到底控制了一块什么东西，其实也很难去 visualize。另外一个就是说，像算法这个东西，大家一直觉得 TikTok 的成功是靠算法，但是说实话，任何一个业务成功本身，它不可能仅仅靠算法。对吧？它的运营啊，它的这个一些市场战略，它的产品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刚才咱们也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美国这个 joint venture 拿到了这个算法，今天的算法，它是不是可以说，嘿，我就完全可以套个壳，做出来一个跟 TikTok 相提并论的，或者是可以 compete 的一个产品，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我完全不觉得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一个产品的成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算法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算法这一块？我就是仅对算法来说啊，我觉得，那为什么？因为 TikTok 原来一直都是说和中国共享这个算法嘛，那其实美国这边它也有团队专门做算法的这个团队 ，AI 模型的团队怎么上线也有，国内也有。那其实呢，他们自己也会说，很多时候可能还是国内做得好。那为什么国内做得好呢？国内做得快，因为这东西其实很大程度就是你在不断的试错。那国内明显可以迭代的更快。那如果现在真的分开的话，那就是很快这个美国算法的迭代会肉眼可见的，就是说会有一个下滑。那它其实就算是我们产品啊、策略其他我们都可以在类相似的情况下。那可能是会不会美国这边算法慢慢就没有中国那边那么好了？这是一种声音，我只是在说一种，有的人就这么觉得。但我也听到就是 TikTok 内部的人说，他说他们觉得美国的算法工程师他的上限更高，他可能来自美国一些名校，或者他在这边很有经验，他能做出更有创新性的东西。那他说呢，那中国这边是不是慢慢这个分开之后呢？中国这边说可能慢慢就不如美国了，因为美国这边可能有更好的一个视野，它上限高嘛。虽然我们可能走得慢，但是我的这个进步的这个空间大，对吧？这都是不同的声音。那具体怎么回事呢？那可能还是要慢慢来看，而且这个算法的这个分开啊，可能是要过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现出一个效果。这个周儿以前做这方面，那真的说这个 A/B test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 significant 的这么一个效果呢？不好说，是吧？这还是要看的。但照你这么说，以前是中国的迭代快加美国的上限高，哎，现在你把两边分开了之后，有可能两边都下降，那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没有，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因为任何一个公司从运作的角度来讲，从公司内部角度来考虑，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它的执行力和它的这个速度，对吧？我打个比方说，前段时间 Meta 它的这个 AI 闹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些杨丽坤啊离职什么之类的，其实很伤公司的士气。就是那现在在 Meta 还做 AI 这帮子人，他的这个执行力最后出来的结果，肯定不如是任何比方说其他一个团队，它内部非常的统一，非常的和谐，它能够很快的迭代，对吧？我觉得这么分开以后，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被分出来这一块儿，我不知道有多少员工会跟出来，还是说只是技术交出来，然后又重新招一拨人来弄这个东西。他们的 vision， 他们的这个执行力，他们的整个团队的合作，甚至是说跟这个还没卖掉的这一部分广告这个团队的协作，其实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 TikTok 最开始做合规，做那个 Project Texas， 把数据单独弄出来。其实我知道在内部
是极大的减缓了他们这个迭代的这个速度的，因为任何事情对吧？你这个大家都没有权限，你看不了数据，这样一个氛围导致公司的产品的迭代会非常的困难，所以不只是说产品算法本身很先进，这个产品就很好，我觉得更多的是从一个公司的角度，它能不能够这个迭代市场所最喜欢的这个产品，能够顺应市场的这个潮流也好，或者是大家的需求也好，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个是需要不断的去跟市场的这个磨合，去开发，不断的迭代，这个是更重要一些。算法是个死的东西，对吧？算法是活的，刚刚美团说算法是活的，对，算法是活的，就是有人要迭代嘛，对吧？你现在买出来的这一块，那个东西是死的，对吧？你要在那个基础上不断的去更新它，去迭代它，那这个就牵扯到你的执行力了，对吧？对。其实你刚刚讲那个 Project Access， 我其实从律师的角度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 Project Access 其实是 TikTok 在 Trump 的经历已经出来之后，就他们已经知道我面临是在美国是怎样险恶的一个生存环境之后，他们自主自发的做了一个合规项目，然后 TikTok 也投了很多钱。这是自发的，我以为一直是说跟美国政府就是应该也是有，肯定是一直有沟通的，但是 TikTok 就是当时并没有说强迫他把你逼到这一步，像现在这样你不卖我就禁，对吗？但当时感觉基本上跟逼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对，因为 TikTok 当时投了很多钱就做这个项目嘛，他也主动去说我跟 Oracle 合作，然后我把我的数据做本地化。然后我也开放给 Oracle 让他来做监管，对，因为 Oracle 跟美国政府的关系很好嘛，是，对，那可是这个事情后来也没推成，就是不是做成了吗？没推成是？没推成，就是没有完全分开的意思。当时 TikTok 做这个 Project Access 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想我做了这个合规之后，美国政府就不要我卖了，可以放过我，对吧？就不要我卖了，但是最后发现不行，发现不是一个问题，就美国政府并不，就明面上是说数据安全和各种问题，但好像并不仅仅是这个你讲的这个有意思的点就是 TikTok 后来不是上诉到最高法院嘛，然后最高法院当时裁决有2个主要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数据，就是我们讲的美国政府之所以要就说我为什么TikTok 你不能被一个美国所谓的 adversary 就是敌对国家来控制，一方面就是说我担心我美国人的数据大量的数据泄露到了 Communist China 的手里，我不知道你能怎么用。第二个就是他说除了数据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刚刚一直讲的算法，就是因为 TikTok 作为一个在美国青少年当中影响力这么大的平台，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能潜移默化的就可能假设哈，就是他们认为 TikTok 有能力做这件事，就是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通过 TikTok 去通过算法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青少年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文化输出，这个是美国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从律师的角度，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你没有证据啊。就是 TikTok 一直说我不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啊，就是周受资当时来美国国会答辩一直说我们是新加坡，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人，我不受中国政府的控制，但是就是美国行政司法都认为你有可能，只要中国政府愿意干这个事儿，我认为你有可能，那我就这个就可以成为理由，导致说美国政府可以介入一个私营公司的所有权，我强迫你必须要把美国的业务变成由美国人实际控制。这个在法律上是头一遭呢，还是历史上有很多先例？据你来了解，我觉得 TikTok 不是先例，因为之前 TikTok 的律师当时想cite很多的那个先例，当然他cite的是说你不应该管我。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就是他们庭审的时候有一个案例，他是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贝索斯有这么多的新闻集团，那他儿子被绑架了，那他也可以通过如果绑匪要挟他，我也可以 publish 绑匪想要的新闻，然后也会因此影响美国人大众能看到的什么。但是当时
法官的态度就是说，你这个影响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影响。但是 TikTok 对算法的影响，因为算法是我们不知道你怎么影响，所以我没办法判断你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也无从监管。我甚至你提到这点，我甚至突然觉得，就美国的 legislation， 包括这些议员还有去 drive 这个事的人，他们是不是知道什么叫算法？因为我们理解的算法，好像和他们口口声声说的算法好像不是一回事儿。我们说的算法更多是一个数学上，或者说就是编程程序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对象，一个实体，就是它是一块一些 code 一些程序编码成的一套程序在这运转。我感觉他们想说口中所说的那个算法是一套 operations 的机制，就是你怎么样通过 TikTok 可以去在里面somehow inject 一些其他的内容，对不对？但那个其实跟这个算法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这个算法好与不好，他想要能够推送其他的内容，他都有方法可以推送，跟这个算法本身其实它其实是分开的，所以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就是因为他惧怕这些内容的这个被控制，他就把整块的东西，反正我也不去细分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就整块我都给你 ban 了，或者说我要求这整块要出售。我感觉好像多多少少有这种感觉在里面，他并没有特别的了解这个。有可能啊，也有可能讲得太清楚，他就办不了了。你这个就限制言论自由。对，我并不觉得就美国那些参议员真的是说这个 TikTok 这个分发的这个 recommendation 算法真好，业界真好，我们要把它拿过来。我就觉得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个事，他们更多想到是安全，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块拿过来，保证别人不会用这些算法去分发一些不应该在美国分发的内容，感觉是这种感觉，对吧？至少在明面上一定是这么讲的。就是我们要限制的不是内容，我们要限制的是敌对国家控制我们的内容。对，这个其实还是挺可怕的，因为其实你用这个国内的抖音就能看到，比如我发视频总会被限流，对吧？就是说它其实也结合内容的审查，也结合这个推送。那其实它这个就是像当年我觉得上次的大选，那 Twitter 就有人说你 Twitter 你有算法，你限制了我们这个就是共和党方面的这个内容的推送。那其实它是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从那段，因为最早的确我们都是只关注数据，但最近这可能5年左右，其实我们的确是更关注算法，因为发现这个真的影响人。从一个互联网公司，特别这些互联网的巨头，其实哪怕可能像那个一些，比如说哪怕是点菜的东西，它都可能影响你的这个日常的行为。它在改变你的生活，那我觉得啊，就是的确可能有些是像朱老师说，他可能并不理解这个，但是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实 AI 在以某种程度在统治这个人类，它在改变你。这是谁控制的？其实这些互联网公司，这个算法的提供者来控制的，它其实都是一些可能些很微妙的一个参数，但他并不是真的说有一个邪恶的人在背后控制，并没有。这个其实很难做到，对，很难做到。我只是说可能产生这个结果，但真的说，因为我跟朱尔都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嘛，实际上它很难操作，对不对？那我要怎么来训练这个模型？我说，你去影响这个人，其实很难。而且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的话，那这个其实是很容易收集到一个很强的证据链的，对，因为他就在干这个事儿，因为这里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一个事儿，这要很多个 step， 整个公司上上下下一起来做这个事儿。那我觉得是没有互联网公司是愿意做这个事儿，而且大家也承担不了这个后果，而且也没有这个利益驱动，尤其是这种上市公司或者这种跨国的公司。那大家还是以赚钱为目的嘛。而且你做一个事情，你比方说一个非常具体，打比方说共和党好了，我要多推送一些共和党的内容，你把它当成一个 task，那你就会有，比方说有1000个这样的 task，那怎么可能？就是人是做不到，对吧？但是你们会不会觉得 TikTok？ 我印象中当时在选举的时候 ，Trump 的，就是他的支持者其实有很多是青少年，就是通过 TikTok 来宣传他的 propaganda， 他是不是会发现说这其实一个很好用的政治工具？他发现了呀，我觉得他发现了。对啊，就是为什么他没有是执行这个法院的禁令去
去直接办 TikTok，而是把它变成一个柔性的一个 deal， 这样他反而也许可以在他的这个选民中获得比较好的好感。你看我 save 了这个 TikTok， 而不是直接把它 ban 掉，对吧？它反而可能对他是更有利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双刃剑，他一方面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我可以利用；一方面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可怕的，他会有一个恐惧心理。哇，他原来我能用，但别人不能用，对吧？这不可能，对不对？对，那他就会有这种恐惧，那他就会怀疑，就好像当年他怀疑 Twitter 一样，说你是不是把我的这个东西限流了，对吧？那他就会有这种猜测嘛，是不是？那这个而且公司以外的人又不知道，公司以内人他虽然知道他也不能说，对吧？而且其实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东西。对吧？它只是一些其他的影响这个结果。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凡是做内容的，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内容审查机制。对的。我举个昨天晚上快手不是就出现了很多不能够播的内容嘛？这个我们不能说太多啊，说太多我们节目也不能播了。就是它的这个机制出了问题。你当这些机制出了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可能是说完全的没有任何监管。那这里面的这个内容不就完全乱掉了，对吧？你就不可能了，所以它一定是有它的逻辑、它的规则的。但是你说这个逻辑和规则就是我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好，或者是说偏向某一方的一些内容也好，这个我觉得很难去这么界定这个事。不是，我觉得 TikTok 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内容监管的问题。就是美国政府始终是在说我没有要管你，哪怕你 TikTok 天天你用户在上面骂美国政府、骂特朗普，没关系的，这个就是言论自由，这不是我们担心的事情。他们担心的是，我觉得还是说 TikTok 作为一个平台，让他觉得放在中国的手里他觉得不安全。而且你如果说监管合规，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在这么多的跨国公司里面，做互联网公司里面 TikTok 就是字节其实是就是我们律师知道，从一开始他就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做全球范围内的合法合规，其实是包括字节的就是周受资走之后，他们的 CFO 是一个律师啊，那个朱莉是大律师，我们北大的大师姐，他也是服务了很多出海美国的中国公司。那找一个法律背景的人来做集团的 CFO， 其实字节应该也是开天辟地头一次，就是你可以从这个点上看出来他有多重视合规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从律师的角度，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TikTok 的命运，对于其他的中国公司来说，跟之前的中兴、华为比起来，又是另外一层的紧张，或者就是它不是同一件事情。原因是之前我记得我在公司做出口管制，我们那个时候都要去安抚公司的管理人员，我们会告诉他说，中兴、华为你确实还是被人抓到了把柄的，你是有违法的情况的。所以你说美国政府是不是因为华为做的太成功了，我要整你，这个 motivation 肯定是有的，但是美国政府至少还是你需要一个合法的性的理由。对。但是 TikTok 至少我们从那个最高院的判决里没有看出来有任何实质性的说你确实违法了，没有的。他就是觉得你有这个可能性，那我就可以就强迫你从你的母公司剥离出来，从你中国公司的控制当中剥离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开了一个，虽然我不知道法律的定义上有没有一些先例哈，但是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中国出海企业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难去消化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即使按照你的这些法律条文，我合规我都做了，但是好像你要的也不是这个东西，对吧？你还是会来去 attack 我。那这对于我们中国国内的出海企业来说，他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呢？就是他是要去做些什么事情防范这样事情发生，还是说，要不然就美国这个市场就只能是这个情况，就是你也不要想能够做的特别大，一定是会被 attack。这里我想说就是说呢，那以前可能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命脉可能是金融啊，比如说是包括通信啊，或者这种重工业啊，但现在可能其实很多政客他也在转变，可能一个国家的命脉它可能变成了数据，它可能变成了 AI 的算法。这
这个可能变得更加能够深入影响，就是每个人的生活和他做的这个决策。那我得说，那现在 TikTok 它的确是触动了另外一个国家，就美国的这么一个命脉。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视，影响真的很大的时候呢，那其实大家也是要考虑，如果是真的做一个企业的话，那是不是不要做这么就是影响另外一个国家命脉的一件事，对吧？因为这个的确是很敏感，这不能说因为那个我们没问题，我们就可以做，那不是。其实我早先接触过华为和中兴的一些法务，他们做通信，这肯定也是国家的一个命脉，对吧？那他们的其实当年的状态就是说，我们很有经验，我们出各种问题，我们能帮你搞定，他们这种态度。那后来我又接触 TikTok 的人呢，那么他们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很小心。就像刚才弗拉达说的，我们一定要合规，我们一定要做的完美，我让你挑不出毛病。这其实态度已经在转变了，但是很无奈，还是因为这个领域真的是太重要、太敏感了。就是那华为、中兴是我抓到你的问题，我办你，但是 TikTok 其实可能至始至终它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了解 TikTok 内部，它的很多核心的部门，包括它的数据中心，绿卡都不行，它一定要一个美国的公民，而且对，中国人都不行。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入籍了，我也去不了，他一定要个美国人。那其实我在其他一些公司干过，比如说像苹果，比如像 Twitter， 那我也在很核心的部门，没有这种要求，我是可以自由接触。那我在说，但是我连绿卡都没有，也没有问题。这其实不一样，它明显是美国公司呀，苹果。不吧？他就是说，他其实反而没有这么严格的一个要求，对吧？他其实那TikTok已经更小心，他绝对保证我说绝对没有问题，但是还是不行，因为这个是命脉，这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对吧？你接触了，那他就是让你退出来，他不能允许，对吧？就别人说这个卧榻之侧倾倒，他人安睡，这不行的。但这个是不是命脉这个事情，它就很模糊了呀，对吧？就是说，你今天觉得 TikTok 是你的命脉，对吧？我不能让你弄，那明天可能别的行业或者是别的业务，他也有可能觉得你做了很大了以后，你威胁了我，对吧？这个那就变成一种感觉了，这个就很难去界定了。那倒是，对吧？但我得说，就现在这个数据，就是一方面是数据，一方面是 AI。那这个的确是已经变成了命脉 ，AI 已经是很明显了 ，AI 就已经打的是头破血流了，两边，对吧？这变成一个国战了，是吧？你要有 AI，我也要有我的 AI，我要有我的模型，对吧？对，这个就已经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它不再是一个之前像互联网公司那种，我做一个 app，大家点个餐这么简单的事儿了，这个已经变化，它的确是升格了。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其他的中国公司，你要出海应该怎么办？那大家都不出来了吗？或者我就不要做太大了嘛？我觉得有一个点是说你做的太成功了，你是行业的龙头老大，那确实是容易。就是枪打出头鸟。我感觉美国最近收拾了好几个行业的老大，那个币圈张长鹏也是被抓出来收拾了，对吧？就是你做的太成功，可能好像都会被这收拾的感觉。我印象中一度还传说 TikTok 就是字节其实是想做到说我就是很成功，你也动不了我，因为我美国影响你这么多用户，但是还是没有用。就是我觉得对最后的这个结果可能有 negotiation power 的影响，但是就是国家之间的这种政治博弈还是肯定是 overwhelming 的占了主导权的。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刚说这个成功的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前几年那个出口管制，就是对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行业那个卡脖子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跟这边湾区的几个就是法务 General Counsel 聊天。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紧张啊？是不是在下一个名单上啊？有没有已经在 lobby 了？”当时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哎呀，现在你不上这个名单，好像都觉得你做的不太成功。”所以确实是对吧？做的太成功了就会，是，你就有一个这种全民的影响力。对。所以就是回过头来说，这个比较，我觉得。大家可能一直有一个误区，就觉得美国的这个市场是一个比较 open 的，然后比较的怎么讲，纯市场经济的一个 market， 其实并不是，就是最后在18年之后，大家都已经在硅谷的人应该已经慢慢改观了吧？对，就是这个政治一定是很重要的一块，是躲不开的，所以就是最后就是两国的国情。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你的业务在这样的
各种夹击之下还能够生存，甚至是发展。我觉得很多这个出海的这个企业可能也是需要去，至少要留一个心眼，就是在这一块儿，很难说有什么明确的法律法规，你遵守就好，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意识，就法律法规一定是这个是基本线嘛，对一定要遵守。我觉得 TikTok 有一个明确的给大家的启示，就是以前我们都说数据 localization 是趋势，现在基本上所有在欧盟也好、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它3D 有业务，它都要做出数据的本地化。对。那现在 TikTok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大家是不是要考虑我的算法也要从一开始就本地化？就免得你做大了之后再强制性的剥离，或者说你可能最开始因为你要追求那个效率跟那个上限的结合，可是你可能就是像你说要留个心眼，你要考虑到将来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这么成功了，我必须要本地化的时候，我提前能够做什么安排。我觉得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如果再过10年回过头来看，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它可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说大了，可能是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出海业务的一个新的 new norm， 会是这么这种情况。当然你可以 argue 它是不是合理，是不是 make sense， 对吧？是不是巧取豪夺？但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每个人都会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对吧？那我们回过头来说，我还是其实我去看最近这个新闻，我其实很难明白，就是他到底怎么分。就是他说成立了一个合资的 joint 的一个 venture， 对吧？拥有了他的技术，拥有了他的算法，拥有了他的数据，但是呢，他的这个一些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些商业的业务，像广告。让这个我不知道它 e-commerce 好像也没有 ，e-commerce 没有，也不在里面，对吧？对。所以听下来，这些挣钱的业务都不在这里面，所以这个玩意今后怎么运作，我甚至都很难想象。这个 deal 谈的挺好的，既给了 Trump 面子，又把赚钱的业务保留了。是，可能就是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可接受的，但是我就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这个玩意儿怎么实现？这个感觉好像实现不了啊！我都觉得你这个东西它跟算法是分不开的啊。对呀，你其实现在你说互联网公司为什么这么赚钱？其实它是靠算法赚钱，对吧？它是把最好的广告或最好的产品推到里面，这哎就是我才点。现在你强行把它分开了，那等于甲方乙方不在一个公司了。对呀，啊，你原来可能我自己公司能解决，现在我要找 Wonder 了。我说，哎，这个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再给我精调一下？我要哪些数据？那我还不能看，你帮我调好，然后我上线。那上线我说好还算了，如果不好的话我怎么办？对吧？原因都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我现在其实 TikTok 已经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说只有美国人能够接触这个数据，那有很多人要 debug 一个事儿，已经要拖好久了。本来可能5分钟解决的事儿，现在可能要好几天。就它已经迭代更慢了，那现在你又搞了这么一个处理，等于说又分开了，那其实我觉得这对他们的效率肯定是一个降低，对呀，对吧？那你赚钱就变得更难了，对呀，而且现在也不是说非你不可，对吧？我还是这个观点，现在也不像和几年以前不一样，你也不是那个什么当红炸子鸡的时候，那这样你会不会就造成他走下坡路呢？我是持一个怀疑态度。我觉得很有可能就会走下坡路，是不是？你这分开了以后，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些广告商会怎么想，对吧？如果有一个 bug， 对吧？你肯定是首先是汇报给你的 account manager， 你的这个广告业务这一部分啊，广告业务说这有个问题，对吧？然后要找另外一个公司的人说，哎，你这有个问题啊，你去看一看。那另外一个公司的人他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他甚至就修得好不好都不影响他的这个公司的业务，因为这个业务不属于他们，所以。你说这怎么能够很好的工作在一起？我甚至都没办法去想象这个事情。其实现在这个最终就1月22号的那个 deal structure 也没最终定嘛，就是大家猜测，既然美国这么介意算法剥离，那是不是之后自己的 engineer 就没有办法再接触这边的算法了？或者说这边的算法如果要什么 debug？是不是有可能两边在合作，还是美国？就包括你刚刚讲的说，我可以保留现在的 engineers， 还是我连这些人都要裁掉，我就雇一些纯美国人来？对，
大家都不知道。不知道。对。因为我这边听到的消息就是说，这边美国 TikTok 嘛，原来最开始的时候签 offer 都是说跟 TikTok 签约。那最近已经3-4年了，他现在新招的人啊，他都是说跟 ByteDance 来的。他都准备好，他已经准备这一天好久了，那就完了。那现在如果突然这么一分的话，那等于 TikTok 没有人，他没有 engineer， 那怎么办呢？这其实你说算法我就分开，那怎么办？那这个东西就是人是活的，算法其实是死的，是死的，现阶段是死的。那以后你怎么办呢？怎么再迭代呢？那我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问号。那这个，其实我心里觉得，那这搞不好这美国就吃亏了，对吧？他买了个什么东西？到底有没有这个价值？他其实就是买了一个安全。就是买了一个不被外界所控制的一个安全，买个放心，对，买了个放心。但是安全是美国政府，那你就像 Oracle 这些 private entity， 他们真正拿钱出来参与这个 deal 的，他们买了什么？他们买了跟政府的关系嘛，就是你看我很配合你们政府去做这个事儿，他可能比方在 AI 上给他一些这个优惠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我甚至很难想象这个没有任何业务的一个这一块。这个实体，它靠什么挣钱呢？我就觉得它这个前景到底，我就很难想象。那这个我就替 Oracle 找补一下，因为 Oracle 它在干嘛 ？Oracle 已经不再是一个数据库的公司了，它变成个云厂商了。早就不是了。对，那它靠什么挣钱？你要是说数据啊，或者这个计算的这个，因为你算法要这个 inference 叫 serving 嘛，如果都在它那个上面的话，那对它的业务啊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就等于强迫出来这些人，你一定得上网 Oracle 云呐。对吧？那 Oracle 云其实现在你看它排在第几？它排的比较靠后，因为前面已经有好几家了，那没准这是它的一个转机。但是 TikTok 不是本来就在 Oracle 吗？那它应该没都在，没有，肯定没都在，没都在，它可能有一小部分，或者可能它就没有，它自己是有数据中心的。那现在 Oracle 正好是借势吃掉这个业务，对它是个非常大的促进。因为现在你去问这个 Oracle 云，有哪个大公司真的上 Oracle 云了？其实不多，少。那它这次呢，其实它是一个翻身的机会。哎，我怎么听着怎么感觉 TikTok 这么悬呢？对吧？放着那排名第1、第2的云业务不能用，必须得上这个 Oracle 云，这搞不好就出问题了。那这个其实你听你是有经验的，那的确是，那你其实你换一个做一个 migration， 那就会出很多问题。对呀，那短期肯定出问题，那长期看，那我觉得那 Oracle 是受益的。那 TikTok 是不是长期看也能受益呢？不好说。或者那 Oracle 就可以让它更便宜的去 serve 这些数据和这个计算，对它也是个利好。但是说这个不好说，这个要看，那也可能更贵了，对吧？那就不知道。我可以说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我在上海一家做数据库的 startup，然后当时上海的这个政府部门希望也是推进国产化嘛，对吧？一个逻辑，就这些东西不能全掌握在老外手里，对吧？咱们要有国产化，数据库得国产化，操作系统得国产化。当时有什么红旗 Linux， 对吧？就是自己开发操作系统，还有什么金山 WPS， 对吧？不要用 Word， 咱用金山 WPS。然后政府就说，哎，你们能不能就全部在一起啊，对吧？红旗 Linux 操作系统，上面跑金山的 WPS， 再跑我们的自主的数据库，你看这都有了吗？全产业链。对，全产业链。然后我们就真的去试了，程序都跑不起来，程序都 run 不起来，因为你真的说这些东西要适配，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调试，然后就要大量的测试，然后迭代，才能够很顺利的，就是能够在一起，能够工作的好，不是说我今天一声令下说你就挪开，或者说你就合在一起就行了。这个没有个若干年，甚至是一些市场的检验，它是很难的。所以这个，我这么听下来，感觉它这前景堪忧啊。它这个业务播出去以后，没有了这个市场，没有了业务的辅助，光一个核心的算法，它能不能够迭代下去，我都觉得就是一个问号。它没有反馈了。但你要知道，字节还是占了将近20%， 19.9%的股份在美国这边的。是，我觉得这个都可能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而且美国也是一个挺大的市场。就对很多为什么中美关系在最就是焦灼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中国公司要出海，因为对他们来说，美国是很大的市场。是的。你没办法放弃这块市场。就是这只能是硬着头皮往上走了，这个就没有办法的事儿。对。这个生意还是可以做的。
当然短期我是有一些悲观，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确是一个逆全球化的这个大势呢，肯定以后可能会监管更加的严格，冲突会更加的剧烈。但这是短期，我觉得长期这个还是说不可能说大家只做一国的生意嘛。我觉得这个长期来看，还是这个全球化这个大势还是说不可抵挡的。但是后面这肯定是有一些国家或者公司是要做出一些转变的，它不会是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野蛮的增长。对，野蛮的这个做法。但这是政治上，但技术上呢，其实我觉得我是做技术，我觉得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利好。你要是这么搞的话，那必然对这个 infrastructure 是有一个新的要求，会产生大量的工作机会。就你刚才infra 的 expert 的用武之地啊，提到我说我要 migrate 到 Oracle 云上，那很大的工作，这可能这是个10年的工作都有可能，但需要很多人来干，它需要有专家来干，而且技术也要演进，才能适应这种数据跟算法都分开的情况。我们叫存算分离叫了好多年，它最近都开始不存算分离，那就必须得分开了，好吧？你不分开不行了。那我觉得对我们都是机会，对吧？对我们硅谷的这些从业人员都是很好的机会，有很多技术革新呢。为什么冷战技术革新多？逼出来了，现在又到了这么一次了。我们可以眼见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技术，包括 AI， 为什么现在 AI 这个发展这么快？它有竞争啊，逼出来的是吧？国内说我也要搞一个，这边公司说我也要搞一个自己的，对吧？多不放心，然后还得比，他那比你好，那不行，对吧？对，那以前就出这个网站，你说你这个路人做微博，新浪做微博，搜狐做微博，推特也做微博，这个东西谁比谁好，你说不清。但现在打分了。对吧？评测99分，对吧？你低1分都说你不行，那其实你差多少？没差多少，对吧？但现在不一样，就差这1分，技术在革命。哎呦，这个心态太好了，永远从这个危机中看到希望啊，看到这个光明的一面。但是 TikTok 如果不能招中国人了呢？你觉得 AI 这个行业，如果你在硅谷把所有的华人都排除在外，排不就直接垮了？哎，这个好像我们之前谈过这个问题，至少从我的理解，包括 data， 包括 AI， 现在没法说把咱们搞一次爬法，说就是贝纳你不能再干 AI， 不能再干直接挂掉。那你这个我觉得很难。的确，他真的可以组成一个 team， 但这个东西就第一个它效果要打折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也要发展的慢，对吧？本来是你这个铺这么大，而且你在想，你把这些人踢走，这些人去哪？那回中国，那不这还得了？他掌管着所有的美国各个公司 AI 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回中国另起一个，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就是说，而且这个大家的声音也不统一，美国的企业还是挣钱为主嘛，对吧？他也没有必要说，其实你也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有不同的声音的，他不会总和总统站到一起的。对吧？那他肯定要抗争的，他也不会说咱们这个制造业回归美国以后说我们只用美国程序员了，那这个公司他也做不了这个他也做不到，他也做不了这个他也不受到损失，那公司是不会干的，他会抵触这个事儿。我觉得回到咱们最开始谈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这次的水花没有那么大，甚至我都很少看到有人讨论。就原来就是发现大家有人刷屏说这个事儿，那这次甚至都没有人来刷屏，是不是大家从心里接受这个事以后，就是它的这个渠道已经就是分散开了，已经 TikTok 并没有原来那么占主导地位了。就打比方说，我看那个小红书 ，TikTok 难民那一阵子。好多难民就留在了小红书上，我甚至到今天刷小红书，经常还刷到 TikTok 难民发的帖子，那都是英文啊，人家发的都是美国的事儿，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对吧？就很多人就是已经是流失了。你越闹这个事儿，其实对很多人影响都是很大，所以我觉得总在这儿就是不断的有这些负面的消息也好，其实对业务的损失是挺大的。是挺大的，对吧？所以我不知道这一点，其实对出海企业来说也是一个警醒吧，就是咱不能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你如果就是说全公司的希望都压在这一个出海项目上，那肯定不是也是很大，就是 TikTok 也只是字节的一部分嘛，它肯定也不是说。美国剥离出去，我总部就做不下去了。它其实，我觉得 TikTok 蛮早也就在做准备了，包括它的国际化，在欧洲，在这个亚洲，它也是拓展了很
很多的市场。所以现在中国的出海企业，尤其是做高科技、做 AI 的，其实都不会把美国当做是一个就是所谓的以鸡蛋唯一的一个，因为这好像跟过去10年、20年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过去10年、20年，大家想到出海，第一站想的就是美国。但现在欧洲、亚洲、东南亚、南美，甚至是很多非洲，都是有不错的这个 opportunity。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也是借着这样的事件，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修正大家的视野，就是其实是有很多的 opportunity 可以去 explore，不管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而且我觉得过去10年“一带一路”的这个影响下，很多国内的出海企业在其他的区域做的都挺不错的，它就已经打造了一个一定的基础。就是你现在完全去，比方说去非洲，也不是说你一个人都不认识。对。中国在非洲有很强的这个影响力，所以也许你的业务并没有那么难做，很多事情已经前人给你摊过一遍路了，都是可以去很快的去拓展、去做出来。对。但是我在想的就是小红书在美国是不是现在瑟瑟发抖？下一个。我觉得小红书好像也很 chill 的感觉，就是没有觉得。前2天在台湾被禁了，好像。是，这就是纯属这就是政治有它不同的地方。你做 social 的做大了，迟早都是这么一天。最终跟各国政府都有这么一战，你是跟他和还是跟他战，还是被禁，还是你们有一个什么交易达成一个什么 deal， 迟早的一天，你只要做大。你在印度没有这事儿吗？你在欧盟没有这事儿吗？一样的，迟早都会有这个。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个考虑嘛，这得理解。你像 Twitter 啊、Facebook 啊、谷歌啊，在国内不是这个10几年前不就都已经被禁掉了吗？对不对？我们对这个应该是有准备，你不能指望着就是说啊，我们能禁别人，但是别人不能禁我们，这个想法也是不对的嘛，对吧？哎。行，我觉得挺好。我们虽然并不懂这里面的交易的内情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把这事情拿出来聊一聊，也还是挺有启发。对于这个，希望对中国出海的企业，有一些帮助，能够让他们看清楚这里面的一些门道。另外一个，就像北南所说，任何的这个危机都是机会，对吧？咱们如果往好的方向看，这里面其实蕴含了更多的机会。我觉得不仅仅是什么 infra 的这种需求，我觉得甚至是说，现在还真的有可能有其他的第3个来挑战 social 的这块蛋糕。因为 TikTok 如果被这么一分的话，它的这个即战力一定是大打折扣的。说不定就会有，比如说借助 AI 有新的形式，可能会诞生新的这个 social 的巨头，都说不定。所以都是机会，都是机会。应该就在眼前了，因为 TikTok 还是人造内容嘛，但你今天就看，即便 TikTok 它也有更多 AI 创造的内容。如果这个真到那一天的话，那是不是可以不看 TikTok 你看OpenAI 不就做了 Sora 嘛，对吧？这成不成功咱不说哈，就至少是有想法的，对吧？想要来挑战这一块，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关注的新的趋势。好。非常感谢2位在我们圣诞节前来给我们聊了这么一个当下说是热点也是热点，但好像又没有那么热点的话题。希望对这个听众朋友们有一定的这个启发吧。好，那感谢2位，我们这个祝2位节日快乐。我们明年再去聊更多有趣的话题。好，谢谢主持人，谢谢2位，谢谢2位。好，大家节日快乐！好，大家再见。再见。